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吉利生蚝、法国水晶生蚝，还有法国黄玉生蚝。让我们看看，同样都是法国生蚝，不同的品种吃起来有什么区别？如何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蚝？其实我对生蚝的了解仅限于我看见这个生蚝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的，这直接给我拿3种法国生蚝让我去看，我真的也是认不出来，并且我们一看到。这个是法国吉利生蚝，身上寄生了好多这种密密麻麻的小贝壳。这个不是寄生虫，而是像鹅颈藤壶似的那种螺类。这只 N0的吉利生蚝是30块钱一只。之前的视频就跟大家科普过 ，N0、N1、N2、N3是这个生蚝的尺寸，数越小，它的尺寸越大。像 N3、N4，那就是相对于比 N0要小，并且生蚝的品种不同，它的尺寸标准也不同。好，下面这个就是法国的水晶生蚝，这个相对于吉利生蚝，它上面的这个寄生物就少了很多，壳很干净，但说实话，长得真的差不多，没什么区别。这么一只是35块钱 ，N1的大小。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国黄玉生蚝，相对于前两者，这个黄玉生蚝真的是超级干净，身上一点寄生物都没有。但除了干净以外，长得也是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么一只是35块钱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这个生蚝撬开。刚搬过来，没有手套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撬生蚝一定要小心，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。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扎生蚝屁股，但这么撬其实不如从侧面撬要完整。其实撬生蚝最难的就是找它的口，如果找对了它的口，直接就把刀能插进去，然后把背柱轻轻一拉就断了，一断这口就自己打开了，特别好撬。因为这个生蚝是今天刚从法国空运回来的，所以非常的新鲜，里边的汁水非常的多。哇塞！好啊，全部准备完毕。这个是30块钱一只的法国吉利生蚝，这个是35一只的法国水晶生蚝，它们看起来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。但是这个34块钱一只的法国黄玉生蚝完全不一样了，就真的里边特别的干净利落。光从视觉上来说，这个法国黄玉生蚝完爆了这个吉利和水晶生蚝。好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先从这个吉利生蚝开始品尝。很多人是无法接受这个生蚝连着它原本的汁水一块吃的。其实这么吃，它的精华就在于它的汁儿非常的鲜，但是同时又很咸。吃进嘴里，生蚝本身是非常的甜的。一个咸一个甜，这么一中和，就会完全的把它的这个香味释放出来。这只吉利生蚝真的是非常的肥。先咸后甜，然后生蚝独有的那种鲜味儿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这个法国吉利生蚝品到后期有一点点花生的味道，总体来说还算不错。接下来是这个法国水晶生蚝，这个35块钱的水晶生蚝，我觉得没有吉利生蚝好吃。这个有点腥，并且里边的汁水要比这个吉利生蚝咸很多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好，最后就是这个法国的黄玉生蚝，也是看着最有胃口的生蚝，里边非常的干净利落。哇，这个黄玉生蚝看着非常的棒，但是蚝肉非常的小，一点也不饱满，吃进嘴里也是非常的咸。总体来说也真的是非常不推荐。最后就是把这3种生蚝都挤上柠檬汁儿，这破柠檬怎么没有多少汁儿啊？感觉。
翻了个大车，刚才录一半相机没电了。这个是我刚才蘸柠檬汁吃的法国吉利生蚝，真的是它虽然最便宜，卖相最差，但是它的味道是最好的，也是这3种生蚝中最甜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蘸了柠檬汁的35一只的水晶生蚝。这只水晶生蚝也超甜，比上一只水晶生蚝要甜很多。最后就是这个挤了柠檬汁的黄玉生蚝。说实话，这个黄玉生蚝除了卖相好一点以外，味道真的不如这个水晶跟吉利生蚝。好啊，最后做个总结的话，就是最好吃的是这个卖相最差的，也是最便宜的吉利生蚝，最贵的这个水晶生蚝中规中矩。而这个法国黄玉生蚝，它除了看着好看、颜值高以外，味道跟这2种比差远了。最后要说的就是生蚝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因人而异，有的人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，但有的人比如我吃这玩意儿真的上瘾。如果你吃过法国吉纳朵生蚝，并且想尝试其他品种的话，这个法国吉利生蚝是值得推荐的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关注哟，下期再见。